为治愈皇帝的失眠症，皇后亲自赴东海取来鲛人竹，点上鲛人竹后，皇帝的失眠果然渐渐好转。世人皆称颂帝后伉俪情深，没人知道皇后为了取鲛人竹，假装成溺水的渔家女。我的亲人救了她，却被活生生炼出尸油，做成了蜡烛。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我归家时，只看见蜿蜒万里的血色。路过的小鱼小虾满怀怜悯地告诉了我他们的所见所闻。半个月前，我的母亲救了个溺水的渔家女，我的亲人将她奉为上宾，悉心照料。谁知那渔家女竟恩将仇报，带来一群人将我父母和阿姐一同抓走。那些人说，他们是为了治当今圣上的头风，需取得鲛人尸油，做成鲛人竹。鲛人神出鬼没，行踪莫测，难以捕捉。那女子的真实身份乃是当朝皇后，皇帝的结发妻子顾雪蓉。她多方打听后，得来一个小道消息：鲛人心善，常帮助一些暴风雨中溺水的渔民。于是顾雪蓉便伪装落难，引出我们一家。鲛人乃天地孕育的灵胎，身上无一处不是奇珍异宝，鲛人的泪可凝成珍珠。于是他便命人将我亲人日夜折磨，直到他们哭瞎了双眼，再流不出一滴泪水。鲛人的鳞片可制成绚烂无比的华服，于是他便让人用烧红的钳子将鳞片一片片地拔下来。鲛人的皮脂能炼成油，肉能治百病，他便将它们开膛剖腹，剥皮抽筋，甚至连骨头他都没放过。为了纪念自己的丰功伟绩，顾雪蓉命工匠将尸骨雕琢成精美小巧的骨雕，以供赏玩。他满载而归，等我回家时，只看到冲天的血光与怨气。我不言不语地将自己扎进海水里，彻骨的冰冷将我包围，弥散在海中的鲜红涌动，沸腾着，不断朝我涌来。那是我亲人的血。顾雪蓉敲骨吸髓，将我亲人吃得干干净净，连一片鱼鳞都不肯落下。可他却独独忘了清理干净鲛人的血。我睁开双眼，看见血光中有3个水珠般的圆点朝我聚拢而来，那是鲛人的心头血。鲛人不同于人类，没有灵魂，也没有转世来生。他们死后，一生的怨念和妄执便凝成这一滴心头血。心头血会回到他们生前最爱的人身边。3滴心头血慢慢融进我的掌心。父亲、母亲、阿姐，他们至死都还惦念着我。带着这3滴心头血，我义无反顾地踏入了凡尘的喧嚣。鲛人的心头血有迷幻蛊惑他人的用途。在化形成为人类少女之时，我用掉了第1滴血。我需要有个清白无瑕的人类身份，于是我在一名6品官员的酒里加了1滴血。喝下那种酒，我就成了他失落在外多年的女儿。之所以选择这个人成为我的人类父亲，一是因为他极度好色，沉迷风月之事，留下无数桃花债。这样的人某天忽然多了个女儿，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大家只会心照不宣地付之一笑。二是因为此人权欲熏心，且不择手段，为了往上爬，他能做出任何事，比如将如花似玉的亲女儿当作待价而沽的筹码献给上位者。赴宴前，父亲再三叮嘱庄娘，定要将我打扮得清丽绝伦，见之忘俗，又细细嘱咐我一定要好好表现，给贵人留下好印象。虽然他对贵人的身份3缄其口，但我又岂会不知？当今圣上微服私访，下江南体察民生，多少官员想抓住这个机会一步登天，我的好父亲又岂会例外？望着镜中容颜，就连见惯书色的庄娘都恍神。小姐绝色天成，哪里还需要脂粉点缀？民妇见过世家小姐无数，可没有一人能与您相提并论。我微微一笑，算是做了回应。鲛人容色天眷，皆是倾国倾城之姿。我在化形时又多费了心思，肤似雪，发如墨，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端是一个绝代佳人。我有信心，没有男人能不被这张纯真中带着魅惑的面孔迷住，便是见过无数美人的皇帝也不例外。果真如此。我轻移莲步，款款上前之际，只听得4座齐齐屏息声，上手有杯子倾倒在地。我微微抬头，
对上了一双寒星般的眸子。迎着眸中一闪而过的惊艳，我款款俯身行礼。民女江望月见过贵人，愿为贵人遣吟一曲以助雅兴。娇人的歌声清雅绝伦，空灵缥缈，犹如天上仙乐，动人心弦。一曲尽，那双眸子自始至终不曾从我身上挪开的，除了惊艳，还带上了几分不加掩饰的撩然欲望。真恶心！我佯作不知，献完曲后便恭恭敬敬地退下了。而这天夜里，先前端坐高台，看似光风霁月的人，却推开了我的房门。他将我压在身下，急切地撕开衣物，那副被欲望支配的丑恶模样，和发情的牲畜没什么两样。我唇角勾起一抹嘲弄的笑意。都说帝后青梅竹马，少年夫妻，间谍情深，可如今看来，却也不过如此。什么天造地设，什么凤偕鸾合，什么莲之比翼，不过是一个见色起意，淫邪无耻；另一个狼心狗肺，恩将仇报，一对渣男贱女罢了。某种意义上说，倒也真是般配。之后的1个多月里，皇帝时时将我带在身边，半步也离不得。望月，你真是难得的至宝，孤恨不能醉死温柔乡里。他望向我的目光，满是不加掩饰的痴迷。微服私访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将我接进宫中，侧为贤妃。贤者，雅也。夫何美女之闲腰，红颜叶而流光。只一字便可看出，这张脸令他何等心醉。皇帝登基时曾许诺，此生只愿与皇后一生一世一双人。登基5年里，他也一直信守着这个承诺。顾雪蓉体弱，难以有孕，大臣们曾以此为由，劝皇帝充盈后宫，为皇家开枝散叶，但屡屡遭驳斥。皇帝对皇后的宠爱，世人皆知，天下女子没有不艳羡顾雪蓉的。是以，当顾雪蓉率领宫人站在宫门口等候皇帝归来，却看见笑语盈盈站在皇帝身旁的我时，霎时变了脸色。这是我与顾雪蓉的初次见面，我曾在心里无数次念过她的名字，无数次幻想着与她的相遇，幻想着如何将她碎尸万段。她看着与常人没什么区别，容貌秀丽，举止端庄，一派温良贤淑模样，任谁都看不出这张温良的美人皮里裹着一副烂透了的心肠。我的视线从她的脸慢慢滑到身上华服，与那张清秀有余、明艳不足的脸相比，她身上的衣服倒真算得上是流光溢彩，光滑夺目。我的食指不自觉地收紧，指尖嵌进手心。那衣服我并不陌生，在那上面，我闻到了父亲、母亲和阿姐的气息。那是用他们的鳞片做成的，将鳞片活生生从血肉里拔出来，该有多疼？为什么他能如此心无芥蒂地将他们的血肉和痛苦织成自己身上的华美锦袍？我死死咬住唇瓣，逼自己冷静下来。有时候，忍耐并非退让，而是诱饵，将敌人一步步引进万丈深渊，再也不得翻身的诱饵。我观察顾雪蓉的时候，她也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在看见我这张脸时，顾雪蓉的眼底嫉恨一闪而过。她也曾是京中排得上号的美人。在得知皇帝从宫外带回一女子时，她特意精心装扮了一番，还翻出了那件寻常舍不得穿的娇人裙。然而，在我出尘绝俗的容貌面前，她显得如此灰暗无光。顾雪蓉的脸当场就黑了，她冷冰冰地看向皇帝，语气生硬道：“陛下，他是谁？”皇帝下意识地甩开了我的手，他看向顾雪蓉，脸上满是心虚，甚至带了一丝讨好。我心中嘲弄一笑，不愧是结发夫妻，倒还真有些感情。蓉儿，你听我解释。他……皇帝刚一开口，我便上前一步，显得有些慌乱地对着皇后行了一礼。臣妾江氏见过皇后姐姐，陛下在江南时便日日念着姐姐，臣妾一直想亲眼一睹您的芳容。今日一见，果然仙姿玉貌，臣妾一看姐姐就觉得分外亲切。我刻意将姿态放得很低，说了一通讨好卖乖的话，然而内容却字字直戳皇后的心。毕竟我顶着这样一张绝世容颜，却夸赞容貌远不如我的顾雪蓉仙姿玉貌，任谁听了都要觉得讽刺。我有意做出讨好的样子，
上前想去挽他的手。然而，谁是你的姐姐？下作的东西！顾雪荣下意识地将我的手拍开，我顺着他的力道向后倒去。皇帝下意识地上前，一把环住我的细柳腰，我则顺势软倒在他怀中。陛下！我眼含泪光地望向他，柔弱中还带着几分委屈。皇帝果然动容，立刻心疼地问道：怎么了？没扭到脚吧？臣妾没事。我嘴上说没事，眼圈却通红了，声音也带了一丝软软的哭腔。幸好陛下接住臣妾了，不然臣妾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段时间的相处，让我对皇帝的喜好了如指掌。他最爱柔软可怜，只能依附于他的菟丝花，和世间所有男人一样，庸俗且愚蠢。见我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皇帝越发心疼了。他看向顾雪荣的神情也有几分不满。月儿对你如此尊敬，你何必咄咄逼人？早在我倒进皇帝怀里，当着他的面与其浓情蜜意时，顾雪荣望向我的目光就如同刀子一般。我们两人都心知肚明，方才他只是轻轻拍掉我的手，力道并不足以使我摔倒。我在他面前演的这一出，分明是当面示威。眼见着皇帝为了我而当众质问他，顾雪荣终于忍不住了，他直接冲上前，一把将我从皇帝怀中拽出。我一个没站稳，倒真的被他拽倒在地。可下一秒，出乎我意料的是，啪的一声，顾雪荣竟直接一个巴掌打在了皇帝的脸上。在场所有宫人都惊骇地低下了头，恨不得自己从没有到场过。司宴里，你忘了自己当初是怎么向我承诺的吗？他眼眶通红，像一头发怒的母狮子。你明明说过，此生只会爱我一人。可他是谁？顾雪荣手指着我，眼中的憎意如火般喷发。不过是离宫3个月，你就带了这么个贱婢回来，还由着他作践我。你心中究竟还有没有我？有没有我们往昔的情分？我心中不由嗤笑一声。谁能想到，我恨之入骨的仇人，竟是这么个蠢货，满脑子只知道情啊爱啊。在他眼里，眼前的人是他的夫君，他的情郎，就得无条件爱着，哄着他。可是他同样是统帅一国的君王啊，君王的威严不容挑衅。被当众打了一巴掌，何等的颜面扫地。便是他先前有几分愧疚之意，这一巴掌下来，也只剩了怒气。我还嫌不足，忙添油加醋道：姐姐你误会了，陛下心中真爱唯有姐姐一人，妹妹不过是在您无法陪伴陛下身侧时代为照顾而已。我这番懂事的话一出口，顾雪荣面容更狰狞了几分。下作的娼妇，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他直接一脚踹到我胸口，我眼前一黑，脑袋有些嗡嗡作响，下一秒竟是直接吐出一口鲜血。顾雪荣仍嫌不解气，命令左右道：来人，将这贱婢拖到慎刑司。话音未落，便被皇帝愤怒地打断。够了！皇帝望向顾雪荣，面色是他从未见过的阴沉。大庭广众之下，竟失态至此。来人，将皇后送回长乐宫，禁足3月，非奉诏不得出。你好好反思一下自己，怎变得如此嚣张跋扈？两人成亲以来，皇帝一直对顾雪荣百依百顺，这还是他第一次当众指责他。顾雪荣呆呆地站在原地，像是有些反应不过来。皇帝却直接无视了他，他俯身将我抱起，满脸心疼道：月儿别怕，有朕在。来人，快传太医，将整个太医院的太医都召来。月儿若是出事，朕定要重责他们。我被皇帝抱在怀中，被众人簇拥着远去。顾雪荣被独自留在了原地，他望着我们远去的背影，眼底满是怨毒，而我却抬起头，回了他一个得意的笑容。初次交锋，顾雪荣输得彻底，但这只是开始。我要他亲眼看着自己是怎么一点点变得一无所有的。凡他所爱，我都要夺走；凡他所求，我必予以毁灭。万劫不复，生不如死，如坠无间，那才是与他相配的结局。皇帝后宫单薄，只我和顾雪荣2人。顾雪荣被禁足，他便自然日日宿在我殿中。然而我却能感觉到，他虽然痴迷我的容颜与身体，
但心仍牵挂着顾雪荣。不仅每日会命人汇报顾雪荣当天吃了什么，说了什么，还时常久久地望着长乐宫的方向，面露惆怅。在最初的怒火消散后，他心中对顾雪荣的爱意与歉疚又翻腾了上来。我知道，单单凭借一张脸，我留不了他太久。娘娘，今日的蜡烛也烦请您点上。陈公公恭敬地将一个锦盒交给我。知道了，你放下便是。我接过锦盒，已经不知道是多少次了，但在掀开盒子时，我的手仍会微微颤抖。那里面静静躺着几十根蜡烛，用鲛人的尸油制成的蜡烛。皇帝的头风很严重，每晚必须闻着鲛人烛的香气才能睡着。宫人皆知，我侍奉皇帝至敬至诚，任何事都要亲力亲为，就连一个小小的蜡烛都要亲自点。火光燃起，亲人的尸骸就这样在我手下静默地燃烧着。我久久地望着那跃动的火光，抽出一支钗子，在手上划出一道伤口。当时有血液滴落，落在蜡烛上时，却瞬间融进烛身，不留一丝痕迹。宫殿中唯留满是余香。皇帝到底还是念着顾雪荣，不出1个月，便下旨解了他的禁足。之后更是再没有踏入我的柔福宫。宫人望向我的目光，有怜悯，也有嘲弄。我安之若素，可顾雪荣并没有打算放过我。按照宫规，我每日需向他请安。有了前车之鉴，他不好再明目张胆地搓磨我。但后宫中不见血的杀人方式有很多，比如以我跪姿不够端正为由，让宫中嬷嬷来教我礼仪。寒冬大雪的天气，我在雪地上一跪就是2个时辰。中途他还大发善心地给我送来软垫，让我垫在膝盖下。然而软垫里是密密麻麻的长针，若非鲛人体质特殊，恢复力强，怕是跪不了多久，我的双腿便废了。顾雪荣还会以驱寒为由，叫工人给我送来热茶，但那些茶水无一例外被不小心打翻，从头到脚将我浇透。那样滚烫的茶水，最多时我一天喝了27壶。他每天折磨我的时间不定，但一定会在皇帝驾临前将我赶走。走之前还会叫人把我衣服剥光，妹妹的衣服都被茶水打湿了，穿着脏衣服回宫成何体统？不如就这么赤身裸体的走回去吧。顾雪荣的笑中满是疯狂的恶意，他还会刻意在我回宫的路上安排许多太监宫女围观，让他们对着我指指点点，说出最污秽下贱的词汇。若换了寻常人，早已不堪受辱，自绝而亡了。可是啊，我怎么舍得就这样死去？那鳞片织就的衣裙还摆在店里，工人颂扬赞叹。白骨制成的骨雕还在仇人手里供他赏玩。尸油炼成的蜡烛还在悠悠散发柔香。冲天的血光还未散去，屈死的冤魂仍在徘徊。活着的人又怎么能就此将息？我熬了半个月，只为等一个时机，一个非我不可的时机。半个月里，帝后先是和好如初，如胶似漆了一段时间，但渐渐的，我便听到一个传闻，陛下的头风似是愈发严重了。最近哪怕点上鲛人烛，每夜依旧难以入眠。这自然在我意料之中，毕竟早在大半个月前，我就将第2滴心头血融进了烛中。鲛人烛只能以尸油炼就，不可掺一丝杂质。血融进蜡烛以后，它怡神舒心的功效便消失了。更何况我用的还不是寻常血液，而是有迷幻蛊惑作用的心头血。心头血的功效虽有限，不能做到真正的控制人心，但让皇帝的脑海中时不时浮现出我的身影，还是没问题的。这段时间，皇帝每日头疼难耐，夜不能寐，兼之朝事繁多，整个人烦躁暴虐到了极点，一点就燃。工人们哪怕只是做错了一点小事，都会被杖毙处死，甚至连顾雪荣也不能完全叫他满意，时不时就会莫名受他一顿斥责。也不奇怪，不论换了谁，连续半个月无法入眠，都是要发疯的。而在这种时候，在他脑海中时不时出现的我温柔可人的模样，这便分外叫人怀念了。皇帝终于忍不住踏入了我的柔服宫中，1连半月被冷落，
我却没有露出丝毫怨怼之态，而是越发温婉柔顺，细心备至。皇帝甚是欣慰，而更叫他喜出望外的是，在我再一次点起鲛人烛时，失眠了半个月的他，竟又一次感觉到了安宁与祥和。没多久，他就沉沉睡去，一夜无梦。醒来时，皇帝万分惊喜，他以为自己的头风好了。然而晚上去到皇后宫中时，他却又一次失眠了。来来回回几趟后，皇帝终于意识到，只有在我宫中，在我身边，他才能得以安睡。望月，你可真是上天赐予朕的宝物。皇帝抱着我，爱不释手，他面上深情款款。背地里，他让人去调查过，我是否在膳食或是药物中动了什么手脚。但无论是太医，亦或是暗卫，得出的结论都是，柔服宫中的物品干干净净，我也清清白白，并不曾动过手脚。皇帝这才打消疑虑，他们当然查不出什么来，毕竟我只是偷偷从自己身上挖去一块肉，炼出一支蜡烛来。皇帝来我宫中时，我便点上这一支未受心头血污染的蜡烛，为他换来一夜的安睡。顾雪蓉也曾闹过几回，但这一次无论他怎么寻死觅活，皇帝都始终坚定地每夜宿在我的柔服宫。毕竟在睡一个安稳觉和彻夜头疼失眠之间，谁都会选择前者。如果说先前皇帝只是把我当作美丽的玩物，如今我在他心中便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而我还在不动声色地增加着自己的筹码。我比顾雪蓉更为年轻美貌，更温柔小意，更会曲意承欢，讨好献媚，还有着能让皇帝安睡的手段。不知不觉中，他心中的天平开始缓慢倾斜。起先，顾雪蓉还找过我几次麻烦，我将计就计，在皇帝面前卖了好几波惨。他越是嚣张跋扈，手段恶毒，便越衬得我柔弱温顺，惹人怜爱。皇帝一次又一次被我楚楚可怜的容颜蛊惑，选择站在我这边，而指责顾雪蓉。两人的隔阂越来越深，而这正是我所乐见的。然而，不知是否吃的教训够多了，顾雪蓉最近竟一反常态的收敛了不少。这些天，她不再时时挑我的刺，也不再找各种借口，想把皇帝从我这边请走。我们难得的相安无事了一段时间，然而我却时刻不敢放松警惕。毒蛇不会无故收起自己的尖牙，除非它在择时而动。我的这一推测很快得到了证实。顾雪蓉这次的反击来得比我想象的还要雷厉风行。先是皇帝接连几天从噩梦中惊悸醒来，按理说点了鲛人烛，他当一夜无梦才是。之后是陆续有好几名宫女死亡，或是溺水，或是吊死，个个死状凄惨，触目惊心。一时间，宫里人心惶惶。就在这时，护国寺的国师求见。他说，宫中之所以不得安宁，乃是有妖邪作祟。他还说，此妖乃修行多年的狐狸精，最善魅惑人心。如今化为人形，混入后宫，乃是为了吸取陛下的龙气，以期修炼成仙。陛下若是长久被此妖迷惑，恐命不久矣。在听闻国师入宫时，我尚有几分担忧，但在听了那番狐狸精的说辞后，我却险些笑出声来。什么国师，不过是个装神弄鬼的骗子罢了。也真亏顾雪蓉能想出如此愚蠢的法子，她自以为为我编织好了陷阱，殊不知将要落进万劫不复深渊的另有其人。护国寺的大神棍做了一场法事，仪式中他指天问地，画符请仙，最后两眼一瞪，将桃木剑直指我的方向。妖孽，还不现出原形！好一出闹剧！我早知他们将要唱的是哪一出，却十分配合地做出惶恐模样。国师大人，这是什么意思？陛下，你相信我，我怎么可能会是什么妖孽？皇帝却是不动声色退后了一步，望向我的目光中有审视，有怀疑。呵，男人平日里浓情蜜意，一旦伤害到自己的利益了，便避之不及。我心里冷笑，面上却是愈发恐慌无助。顾雪蓉趁机道，宫中一向太平，自你入宫后才生了这许多事端。你不是妖孽，
还有谁是妖孽？他又转向皇帝道：陛下不觉得蹊跷吗？你头风复发，连鲛人烛都不管用，偏偏宿在他宫中就能自愈。若不是用了妖术，怎可能有这等奇事？这番话正投了皇帝心中所想。自古帝王最重猜疑，助眠一事虽让我在皇帝心中地位大涨，却也同时让他起了一丝猜忌之心。若说他先前对国师的话只有5分信，如今却是信了有8分。姜氏，你还有什么要为自己辩解的吗？皇帝望向我的目光微沉，我依旧哭哭啼啼，只一个劲喊冤，却拿不出半分证据。眼见胜利在望，顾雪荣终于亮出了自己最后的筹码。臣妾听姜氏身边宫人说，姜氏寝居床头有一暗格，里头像是藏了什么东西。每日都有一个时辰，姜氏会遣散宫人，独自留在寝居中，不知做些什么。陛下不如命人去搜一搜那暗格，兴许能找出什么东西来。早在我入宫之时，顾雪荣便买通了我身边的宫人们，我的一言一行事无巨细的会被禀告给顾雪荣。然而他又怎会知晓？他所看到的全是我希望叫他看见的。皇帝面无表情的命人搜查，我则瘫坐在地，一副心灰意冷的模样。一炷香后，李公公恭敬地将一个锦盒捧到皇帝面前，阴鸷的视线落在我脖颈间。皇帝冷冷道：打开它。然而盒子开启的一瞬间，他却愣住了。这是什么？与众人所想象的妖邪怪异之物不同，盒子里放的是一叠最普通不过的宣纸。若是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便是宣纸上的字并非墨色，而是鲜血染就的大红色。我抬头望他，眸子里带着3分痴2分怨。此乃臣妾用鲜血抄就的心经。陛下头风复发后，臣妾心急如焚，听闻用鲜血抄就的经书祈福最是灵验，故而每日抄写一个时辰，特意屏退左右，将血经藏起来。不过是不想叫人觉得臣妾是为了邀功请赏才做的这些，但臣妾万万没想到会因此被说成妖孽。说着，我脸上露出几分哀婉和自嘲。臣妾若是妖孽，哪敢抄写心经这等辟邪之物？这岂非自寻死路？血经我确实抄了许久，但初衷却不是为了祈福。我制作蜡烛时，每天都要从自己身上取一小块肉。虽说鲛人恢复能力强，但也无法做到让伤口瞬间愈合如初。因为担心身上伤口太多引来猜疑，我才故意每次取完肉后都用血抄经，为了辨识来日可用作幌子。没曾想在这里用上了。在听完我用鲜血抄经时，皇帝的脸上满是动容之色，连带着对我的怀疑都打消大半。朕竟不知你背地里为朕做了这么多。他喟然叹道：朕早知爱妃心思最是纯善，断不可能是什么妖孽。国师是否哪里弄错了，误解了爱妃？在看到那卷血经时，顾雪荣便已面露惊诧。皇帝说出那番话后，他更是下意识道：这不可能，暗盒中的物品明明是。话说一半，他面色倏地一白，声音戛然而止：是一个狐狸毛制成的巫蛊娃娃，是不是？我冷笑一声，起身从袖中掏出一个娃娃扔到地上。顾雪荣脸色的血色瞬间退得干干净净。皇帝眉头紧锁，面上乌云遍布。我不卑不亢道：以往臣妾都是正午过后再抄写经书，但近日因为宫中怪事不断，臣妾便想着多抄几遍心经，求菩萨保佑。是以今日不过卯时，臣妾便开了暗格，想抄写经书，却不想就在暗格里找到这么个玩意。说着，我指向地上那个形容恐怖、扎满长针的娃娃。臣妾虽愚笨，却也知道巫蛊之术是谋逆犯上、抄家灭门的大罪，因而臣妾不敢隐瞒，忙拿着这个娃娃想来向陛下禀告，却不想中途遇见国师做法，还被莫名其妙指认为妖孽。我越说越委屈，眼睛已是通红，但脖子依旧高高扬起，倔强的不让泪水落下。这一环接着一环，实在太过蹊跷，还请陛下彻查此事，还宫为一个安宁，也还妾身一个清白。其实又何须再调查？
顾雪荣那张惨白的脸便足以说明一切，就连那护国寺的国师双颊都流下许多汗珠来。皇帝深深地看了两人一眼，眸光幽厉如深壑。此事朕定会彻查清楚，还爱妃一个清白。这素来刻薄无道的昏君，第一次让我见识了他的雷霆手段。不过1天时间，顾雪荣如何害死数十名工人，又如何收买了国师，做局试图陷害于我，桩桩件件都被他查个水落石出。养心殿里，顾雪荣长跪不起，他流着泪诉说着两人曾经的恩爱。阿里，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会这么做全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我没有办法眼睁睁看着你被另一个女人抢走，以后我再也不敢了，你原谅我这一回好不好？皇帝却像是没有听到他的哭声，他将我揽在怀中，抓着我的手，一笔一画的在明皇的圣旨上写道：不堪为天下女子表率，废去后位，降为贵人。他甚至刻意当着顾雪荣的面与我亲热亲昵地管我叫月儿，对于他的一切辩解与哀求置若罔闻。我已在皇帝怀中娇笑着，视线掠过跪在下方的顾雪荣时，满是讽刺。他的愚蠢实在远超出我的想象。到了这一刻，他竟还以为这不过是件争风吃醋的小事，以为皇帝是为了给我出气才惩处的他，愚不可及。莫说我并没有受到伤害，便是我真的死了，皇帝也未必会为我而追究顾雪荣。对于这等薄凉冷酷之人而言，后宫的争风吃醋无关痛痒，死去的那些工人更是微不足道。他真正在意的是皇后竟能让国师都为自己所用。后宫干政向来为历朝历代君王所不容，再加上巫蛊之术，又踩中了帝王的另一个痛脚，皇帝因此才盛怒，以致要废后。说白了，不触及他的利益时，顾雪荣做什么他都会默许纵容，但一触及他的利益，便立刻翻脸无情，其心性之刻薄自私由此可见。然而皇帝终究对顾雪荣还存了一丝心软。我笑着看向那道废后诏书，只是贬为贵人，未免也太轻了。谁知道皇帝会不会哪天又念起顾雪荣的好，让他复居高位。好在我早早地便为他备下了一份大礼，一份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大礼。顾雪荣还在苦苦哀求，眼看皇帝态度有些松动，我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面露惊恐之色。陛下，臣妾想起一事。我有些吞吞吐吐道。皇帝挑眉，爱妃有事，大可直言。我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顾雪荣，缓缓开口道：陛下这段时间常为噩梦惊扰，头风也似有复发之兆。原先臣妾还以为真是宫中有妖邪作祟，但既然妖邪之事乃皇后自导自演，那陛下您的头风……皇帝的神情僵住了，他立刻扭头看向顾雪荣，神情有一瞬的狰狞。顾雪荣慌忙磕了2个头，结结巴巴道：臣妾鬼迷心窍，在您平日饮用的茶水中加了一味药材。看着皇帝瞬间黑下来的脸色，顾雪荣越发慌乱。他指天发誓道：臣妾加的药材只是会让人难以安寝，绝不会损害陛下的龙体，请陛下明察。说完，他又连磕了好几个头，不停地说着自己是一时糊涂，求皇帝原谅。皇帝一言不发地看着他，面容阴沉的可怕。够了，只此一桩便足以叫他无法翻身了。重要的根本不是顾雪荣放的究竟是什么药材，在他做出给皇帝下药一事时，事态就已经无法扭转了。毕竟谁能保证他今天放的是普通药材，明天会不会就换成穿肠毒药？对外能勾结国师，对内能给自己下药，哪个君王能容忍这种人的存在？这一刻，皇帝看向顾雪荣的眼神再无一丝温度，剩下的只有满满的警惕和厌憎。顾雪荣跌跌撞撞地上前，拉着皇帝的袖角想要求情，他毫不留情地一脚踹在他胸脯上，力道之大，顾雪荣整个人被踢飞出去一截，有鲜血从嘴角溢了出来。我心中快意极了，却仍装作忧心忡忡的样子道：陛下还是请太医来把一把脉吧，臣妾只怕万一。这话无疑说到皇帝心坎上了。很快，
整个太医院的御医都被召来。院正在把完脉后，神情巨变，他一个哆嗦跪在了地上，整个人抖得宛如筛子一般。陛下恕罪，臣医术粗浅，不敢妄下定论，还请陛下让别的御医再把一把脉。皇帝的脸色霎时一白，太医院院正的医术堪称扁鹊在世，他可不认为院正这番话是什么谦辞。乔院正此时惶恐到了极点的反应，分明是看出了什么，却不敢说。很快，整个太医院的人都轮番为皇帝把了脉，而每个人的反应都如出一辙，面色苍白，汗流浃背，两股战战，机欲逃走。够了！皇帝一拍桌子，朕的身体究竟如何？如实说来，朕恕你们无罪。太医们面面相觑，许久，终于有人率先开口：陛下已然毒入心肺，要使罔效，恕臣等无能。早在看见众太医反常的模样时，皇帝心中便有了不安的猜测，但在真正听到这番话时，他还是登时眼前一黑。据说人在面临重大变故时，会忽然失掉所有反应。我饶有滋味地观察着此时的皇帝，倒真一副呆若木鸡的模样，像是还没听清太医们说了什么一般。顾雪蓉倒是率先反应了过来，她疯疯癫癫地扑了过来，已无半点先前端庄的模样。不可能，不可能！你们这群庸医，本宫明明只是加了一味使人失眠的药材，陛下怎么可能就……他不开口，皇帝还没反应过来，刚一开口，皇帝立刻想起来是他给自己下了药。贱人，毒妇！此时他两眼通红，面目狰狞，宛若地狱的修罗。来人，将这毒妇连同其家人通通押入大牢，听候处决。语罢，他又绝不解气，狠狠在顾雪蓉头上、脸上踹了好几脚。我津津有味地看着这出狗咬狗的大戏，恨不能抚掌大笑。早在皇帝被噩梦惊扰时，我便发现了异样。按道理，有了焦人竹，他当也好眠才是。那时我便察觉了皇后的全套计划。然而，我选择将计就计，我用掉了第3滴焦人血。这滴血用在了皇帝身边的李公公身上，他所要做的不多，不过是在皇帝每日膳食中再加一味药材。那药材本是滋补之物，但与皇后所下的药混在一起，变成了穿肠毒药。用不了多久，皇帝便要命丧九泉了。皇帝便寻了天下名医，但得出的结论仍是毒入心肺，要使罔效。他不得不绝望地接受了这一命运，满怀恐惧与痛苦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而害他至此的人，自然不会好过。此时，他对顾雪蓉唯有滔天的恨意。顾家9族皆被株连，被判了凌迟处死。顾雪蓉家人受刑时，皇帝命人押着他前往观看。他的父亲、母亲、兄长、阿姐，在他的面前被一刀一刀割了几千片，成了一滩肉泥。顾雪蓉活活喊哑了喉咙，哭瞎了双眼，都无济于事。顾氏乃世家大族，人口繁多，行刑足足持续了7日，顾雪蓉也便被迫观看了7日。7日后，等我再见到他时，已经完全看不出人形。极致的痛苦和悲伤，让他一夕之间瘦成了一条活鬼。此时的他形容枯朽如槁木死灰，但皇帝仍没打算放过他。剥皮、插针、弹琵琶、锯刑，各种最惨无人道、丧心病狂的酷刑被轮番用在他身上。皇帝命太医们吊着他的命，不可叫他轻易死去。此时的皇帝状况也没能好到哪里去。毒效发作后，他的身体开始一寸寸的腐烂，他只能躺在床上，眼睁睁看着自己变成一堆烂肉。一对世人称羡的神仙眷侣，就这般彼此憎恨着，共赴黄泉。一直到皇帝咽气的那一日，他才下令将顾雪蓉处死。这对爱侣虽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倒是同年同月同日死。我衷心期盼着他们能在地下再续姻缘。皇帝驾崩的那一日，我在后宫中放了一把火，冲天的火光中，有人听到了空灵缥缈的歌声，那歌声似哭似笑，似喜似悲。火熄灭后，人们发现曾经盛宠一时的贤妃悄然失去了行踪，
而先皇后最爱的鲛人华服和先帝常用的鲛人烛，也如同内火中悲歌一般，再也不见踪影。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